我是合欢宗最老实的要修。别的弟子为了吸引剑修跟他们双修，花样百出的时候，我只一味炼制合欢散，给剑宗修士下药，然后硬上。但我有脸盲症，看到帅的就上去下药，然后硬上。数次之后，剑宗大弟子扛不住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逮着我一个人好？我看着眼前让我心动又陌生的脸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合欢宗最老实的要修，不懂得怎么勾引男人。但我们合欢宗的功法又需要阴阳调和，修为低的时候还好。上了金丹期后，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特别想双修，我没办法，只能下药强上。我炼制的合欢散是整个合欢宗功效最好的，不仅药力强，药效持久，还无视修为的高低。别说是筑基、金丹了，就是元婴、化神都能给药翻。这天我遇到一个很帅的剑修，怦然心动，当场就掏出合欢散给他要翻了。道友你好，我看你好像中了合欢宗的合欢散，若不与人交合，恐怕会爆体而亡。我就当做件好事，帮你一把，你不用太感谢我。我骑在身体无力的剑修小哥身上，一边解着自己的衣服，一边满嘴跑火车。但身下的剑修好像认识我，气愤地挺动身子骂道：白苏婉，又是你！上次拿合欢散骗我说是回灵丹，害我与人比试的时候，突然药效发作，颜面尽失。这次你又给老子下合欢散，你不想活了啊？我平时除了炼制合欢散，也炼制一些寻常丹药，比如什么回灵丹、洗髓丹、养颜丸、活血丹、筑基丹。因为手艺好，不少别的宗门的人也经常来买。隔壁剑宗是一群好勇斗狠的剑修，没事就要拔剑切磋一下，时不时还拉一队人去剿灭妖魔什么的。对于回灵丹和活血丹这种丹药消耗量就比较大，故而经常光顾我的药炉。我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帅哥，俊眼修眉，挺笔薄唇，眉眼间虽桀骜不驯，但也尽是少年明媚意气，真是长在我的心巴上。你是剑宗的？他恨恨地看着我，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。你不记得我？你化成灰我都记得你。我撕扯着他的道袍，那太好了，要不然和陌生人双修也太尴尬了。他挣扎着按住了我扯他腰带的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合欢散肯定是你给我下的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第一次见我就想跟我双修？要不然为什么把合欢散当回灵丹卖我？我能说我是真的拿错了吗？每天生意这么忙，就我一个人，忙不过来也是有的。你要实在介意，你拿回来我给你换嘛。帅哥怒吼，我都炫完了，你上哪儿拿回来给你退换货啊？我撇撇嘴，那就是死无对证喽。你都炫完了，你怎么证明我给你的是合欢散而不是回元丹？帅哥被我对得语无伦次，我低头堵住了他的嘴唇，别你了，来双修吧。帅哥气愤地推开我，我才不跟你双修。你们合欢宗的人都这么随便，看到人就跟人双修了吗？我老实巴交的挠挠后脑勺，没有啊，我很严谨的。我在这蹲了半天，就你最帅，才想跟你双修的。帅哥听到我的话，脸色顿时一片涨红，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。你说我最帅？我点头道，很帅啊，是看第一眼就心动的程度。哎，可惜你不愿意，我只能再去找别人了。可是应该找不到你这么帅的了，总不能随便凑合吧？真愁人啊！说罢，我一脸遗憾地起身，很有君子风度地道，你放心，你不愿意，我绝对不会强迫你的。虽然我是合欢宗邪修，但我是有职业道德的。帅哥气得破口大骂，你有个屁的职业道德，你都下完药了，你说你不强迫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和我的本命剑怎么办？我很惭愧，那你上次是怎么解决的？帅哥拉住我，你别管，总之你要负责。于是我就和他双修了双修。事后，帅哥一边系着裤腰带，一边告诉我，你记住我叫商隐，下次可别再说不认识我了。我老实巴交的点头，哦。很快1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，又到了每个月特别想双修的那几天。我在剑宗门口蹲守，看见一个帅哥，一见倾心，立刻用合欢散把人要翻。帅哥，我看你中了合欢散，若是不与人交合，
恐怕会爆体而亡。我吃点亏，跟你双休一下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身下的帅哥就反客为主，翻身将我压在身下。白苏婉，我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啊？我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帅哥。哎，帅哥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，顿时颇大方。靠，你又把老子忘了？商隐，我愣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想起来。哦，上个月那个。商隐气呼呼地道，你想双休，直接找我就行了，为什么要给我下药？我总不能说我脸盲，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又对你一见钟情了吧？我低咳一声，掩饰自己的尴尬，嗨嗨，这样比较刺激。商隐，让你刺激。然后又和我双休了双休。这次他严肃地警告我，不许再给我下药了，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了。下次想双休，在我宗门外面等我。我努力记住他的样子，啊，知道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走出后，我提醒自己，穿白色道袍，眼下有个泪痣，一看就喜欢的是商隐。我也不是每次都给人下药的，既然有个愿意的，为什么要浪费合欢散呢？毕竟合欢散也是可以卖钱的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都在家里炼丹，不知不觉就又到了想跟人双休的日子。我再次去剑宗门口蹲守，看见一个一袭白衣，眼底有泪痣的剑修，上去就抓住了人家大家袖子。那个，你上次说想双休可以找你的。那人却一把扣住了我的手腕。好啊，就是你。我听说有合欢宗邪修天天在我们剑宗门口转悠，看见我们剑修就上去撒合欢散，总算被我逮到了。我诧异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说，难道他不是商隐？这么说起来，好像确实没有上次帅啊。我老实巴交地开口，我认错人了，请问您是？剑修冷哼一声，哼，本座乃是剑宗执法长老，专抓你们这些勾引人的合欢宗邪修。好好的剑修苗子都给你们拐带坏了。这个我知道。我听说剑宗的执法长老狼心如铁，我们合欢宗折损无数修士，想要勾引他双修，都被他斩于剑下。就连我们宗主都曾经严厉警告过我们，你们惹谁都不要去惹剑宗的执法长老穆萧然，这货是个纯直男。想当年本座少不更事的时候，曾经勾引过他，给他下了点合欢散，没想到他说身体有点热，出去活动活动，一人一剑剿灭了1个城的妖魔，那个鬼王的棺材板都被他一剑挑飞。本座现在想起来就后怕，还好没被他发现。我当时就心说，那很直男了，没想到今天被我碰上了。剑宗执法长老还曾经和宗主有一段，那算我长辈了。我拧动手腕，执法长老好。那我回去了，长老再见。穆萧然一把将我拽了回去，落在我手里还想走，跟我回执法堂，通知他宗主来领人。啊，我去剑宗找 Crash 双修，被他执法长老抓住了。现在人在执法堂，心里就那个后悔，早知道下合欢散了，哪怕要错了，也不至于被抓住啊。穆萧然在我旁边打坐，闻言怒气冲冲地开口，你都叹800遍气了，你们宗主到底什么时候来捞人？我听说你是你们合欢宗唯一的要修苗子，本座不信你们宗主舍得不管你。我心说，那你很了解我们宗主了。我们宗主每个月都要用我的养颜丹、玉容丹、仙体丸，你敢动我，你死定了。但我是个老实巴交的要修，这种话我是不可能会说出来的，只能在心里想想。那个，我们宗主最近可能比较忙，没时间管我，而且你看我也没干什么，要不把我放了算了。执法长老，不行，你们宗主不亲自来捞，我是不会放过你回去的。这是把我扣下了啊。可是我屋头还有一炉子丹药开啊，时间太久，丹药报废的话，损失很大的。我想想，还是决定给执法长老下点合欢散。长老，看过来。我朝执法长老开口，然后往他脸上撒了一把合欢散。执法长老嗤笑，小丫头，你宗主没告诉过你，合欢散对本座不起作用？当年你们宗主……他话没说完，脸色骤然一变，当即以剑主地，
额头青筋直冒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……但下一秒，他的眼神便变得有些迷离。妹儿，哇呀呀，我听见了什么？那是我们宗主的归名啊！难道堂堂剑宗执法长老，九州第一大直男，难道私底下偷偷暗恋我们宗主大人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执法长老，从前合欢宗对您没用，可能是您遇到的不是我炼制的。那个，我炼制的很有用的，下次需要可以到合欢宗的药炉找我买。既然是宗主的男人，那我就更不能碰了。我脚底抹油溜了，任由执法长老一人陷入幻梦之中不能自拔。妹儿，你看看本座的剑疯不疯？你握握剑柄，本座的秋水剑说他想你了。妹儿，过来亲本座一口，本座想你想的都疼了。妈耶，没想到号称九州第一直男的剑宗执法长老竟然这么闷骚，忍不住用术法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，带回去给宗主看。没想到我刚出执法堂就被一个人给抓住了，我下意识一把合欢伞撒过去。剑宗修士对我们合欢宗修士意见很大，谁知道是不是来抓我的？没想到下一秒我就被一具滚烫的身子拥住了，来人趴在我肩上喘息，呼吸萦绕我的耳畔，犹如羽毛撩拨心间。你怎么又给我下药？都告诉你，直接找我就行。我听着耳畔熟悉的声音，还是鼻尖熟悉的气息，意识到这才是真的上瘾，立刻道歉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认错人了，他非要抓我，我给他下合欢伞才跑出来的，我以为你是他。商隐抬手拂去我脸颊上因为紧张而被汗水沾上的发丝，低头闷笑。傻丫头，也不知道哪位师兄这么倒霉，中了你的合欢伞，没人帮忙可是解不掉的。我总觉得不能让他知道我给他们执法长老下药了。低头吻住了他的嘴唇，那个，我们还是双修吧，别管他了。我和商隐又双修了双修。事后他严厉警告我，下次不准再给我下药啦。我很委屈，其实我都打算收手了的，奈何他们执法长老钓鱼执法，泯灭了我最后的良知，只能敷衍他啊，我下次注意，嗨嗨。然后扒拉住他的脑袋，死死盯着他的脸，企图记住他的样子。剑眉，眼尾有点上扬，眉骨高耸，鼻梁高挺，很帅很帅。商隐被我瞧得有些不自在，别扭地道，盯着我看干嘛？脸上有东西。我说，我看看你长什么样，我下次还找你。商隐，我不好意思的解释，其实我有点脸盲，不太记得清别人的样子，经常会认错。商隐愣了好一会儿，随即骂道，我说你怎么每次见面都给老子下药，感情是每次都把老子忘了，又对老子一见钟情是吧？我羞愧地低下头，对不起。没想到商隐只是生气了一会儿就原谅我了。算了，不与你计较，毕竟像你这么有眼光的人也不多了。但是你记住，不许找别人双修，否则老子给你要炉仙了。说完，他望向我，神态有些不自然，甚至还有点害羞。那个，把你那个香囊给我，下次你看见香囊就认出我了。我愣了愣，赶紧解下腰间的香囊奉上。给你。商隐拉着我的手，亲昵地道，我要你亲手帮我系上。我看着眼前忽然挨近的俊脸，脸不自觉地红了，羞涩地给他系在腰带上。商隐低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我乃剑宗首席大弟子，明日要带师弟师妹下山历练，要半个月才能回来，你不许找别人双修，要不然药炉给你掀了。然后欢快地跑了。我看着他跑走的背影，欲言又止。我能说那个香囊是我做来卖的，有驱赶妖兽的作用，而且销量极大，基本上九州各大宗门都会采购一批，发给低阶弟子，人手一个。算了，他应该不会想知道的。我从剑宗回到合欢宗，直接就去找了宗主，开口就是宗主大人，那剑宗的执法长老是不是喜欢您啊？宗主立刻捂住了我的嘴，土宝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。那穆萧然是个大直男，他说他死都不会喜欢我的。我老实巴交的挠挠后脑勺，啊，是吗？可是他昨天晚上不是这样说的。然后掏出了回溯镜，调出了执法长老中了合欢伞之后的画面。那画面不堪入目。
一声声闷儿，酥媚入骨，动人心魄。宗主只看了一眼，一张俏脸就涨得通红。她怎么这样啊？宛若娇羞的少女，哪有半点叱咤九州的合欢老祖的风采？我道，弟子私以为穆长老应该是那种口是心非的男人，他心中其实暗恋宗主您多时了。这瓶合欢伞您拿着吧。宗主拿过我手上的合欢伞，直奔剑宗。好，看本尊今日就拿下这株剑宗的高岭之花。等剑宗执法长老拜倒在本尊16裙下，那些剑修还不是由着咱们合欢宗的姐妹挑？我心中忍不住给宗主竖起大拇指。宗主大义啊，不知道我们宗主去剑宗都干了什么，总之他勾引不成，被执法长老拿剑追着砍了2里地。我们宗主堂堂合欢老祖哭得像个1000多岁的孩子。死丫头，连你师傅都敢骗！你不是说他暗恋我，中了合欢伞一直叫我的名字吗？为什么他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拿剑砍我？我老实巴交的挠挠后脑勺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要不你细说说。宗主嘟了嘟嘴，歪着脑袋回忆道，他看到我的第一句就是云婉妹，我真想弄死你。然后他还说我别想跑，别想他放过我什么的。尊上，您确定穆长老他说的是这意思？宗主眨巴着眼睛，单纯地看着我。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可是他眼神很吓人啊，好像要吃了我。我恨铁不成钢，他们剑修都是这样的啊。不是，您是怎么当上合欢宗宗主的啊？宗主捂着脸，羞涩地跺脚。那他不一样的。我想说，哪儿不一样了？到底哪儿不一样了？剑修不都一个样吗？反正我分不清。我给您的合欢伞呢？您没下吗？宗主好像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我给忘了。难怪我给他看回溯镜的时候，他那么激动，还提着剑要来追杀我。原来是忘了下药了。唉，这事儿闹得。我也笑了，宗主您也真是的，下次注意点。宗主，嘻嘻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他已经来了。我一转头，果然看见一个白衣剑修，手持长剑，正在给剑附魔。白苏婉，本座一世英名，皆毁于你手。今日本座就跟你同归于尽。卧槽，我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要修啊，他堂堂化神7大修士，跟我一个金丹期的晚辈计较。我立刻躲到宗主身后。师尊，您说句话啊。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师尊，堂堂合欢宗宗主，江湖人称合欢老祖的女人，竟然是个恋爱脑。徒儿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怎么能对穆长老下药，还用回溯镜录下来呢？快给穆长老道歉，他就是一时气头上，你给他砍一下又不会死。我愣愣地看着我们宗主，欺负老实人是吧？宗主撇嘴，那确实是你先给人家下合欢伞，又给人家录回溯镜的吗？好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云婉妹，你是逼我的。然后转头扑通一下给穆萧然跪了，然后抱住他的大腿哭起来。爹爹，我是您和娘亲的孩子。穆萧然提剑的动作顿住了。什么？我指着自己道，您忘了，当年您和我娘还年轻，两人一见倾心，我娘给您下了合欢伞，你们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穆萧然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宗主，诧异道，你难道是本座和妹的孩子？我说，那必须的。穆萧然困惑，可是你为什么跟你娘长得一点都不像？我无所谓地道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跟您长得也不像啊，但这妨碍我是您的亲生骨肉吗？穆萧然继续回忆，可是我记得当年我中药之后杀了一夜的妖兽啊。我说，哎呀，这些全都是你的幻觉，其实你早就和我们宗主生米煮成熟饭，而且瓜熟蒂落了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想不起来当年的事情，我们宗主才不得不忍辱负重，独自抚养我这个女儿长大，甚至为了维护您的颜面，他都不敢承认我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只与我师徒相称啊。宗主被我的满嘴跑火车惊呆了，压低了声音凑在我耳边道，喂，什么你是我亲生的啊？不要污蔑人家的名节啊！你明明是我从猪圈旁边捡来的，能不提猪圈这茬吗？我耐心问他，都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是我师尊，是不是就算我娘亲？
宗主犹豫着点了点头，是爸。我说您是我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，您是不是喜欢穆长老，想跟他双修？宗主又点了点头，啊。我说，那不就对了？你说我是你和他生的孩子，他不就不得不跟你结道侣，对咱们娘俩负责了？再说了，当年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，还不是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？可是宗主还是有些犹豫，骗人什么的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怒了，你丫还想不想双修了？宗主抱头痛哭，想，可想了。我说，那不就结了？你听我的。然后一把拉住宗主，一起走到穆萧然面前。爹，我是您的女儿啊，是您跟我们宗主的孩子，您一定要对我们娘俩负责，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你们剑宗门口吊死。再把回溯敬礼的内容传遍九州，让整个修仙界的人都知道您是负心汉。穆萧然先是一愣，随即眸色一凛，你敢威胁本座？我一把扑进我们宗主怀里，娘，爹他凶我。呜呜呜！宗主入戏很快，立刻搂着我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肝肠寸断。婉儿，是娘对不起你，让你从小就没有爹爹的疼爱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爹爹，又害你被你爹爹误会，都是娘亲不好啊。穆萧然，你要杀就杀我，不要杀我女儿。我们宗主那可是合欢老祖，合欢宗第一美人啊，虽然年龄上千岁了吧，但相貌却只有20岁。这一哭，无论多么直男的剑修都会心疼的好吧。果然，直男剑修轻松被拿捏了，他语无伦次地看着我们宗主，妹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知道婉儿是我们的孩子啊。我特别应景的在边上干嚎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从小没有爹爹疼爱，才会误入歧途。我也不想随便给人下合欢伞，可是我剑术不佳，我打不过人家，只能下三滥的手段了吗？穆长老此时已经完全带入了我爹的角色，心疼不已地道，婉儿别哭，从明日起，爹爹就亲自教授你剑术。我穆萧然号称九州第一剑修，我的女儿也绝不能比别人差。这下我彻底懵了，我不会是演太过了吧？穆长老他要教我练剑，可我是要修啊喂！原本想撮合宗主和穆长老，防止他们以后阻止我去剑宗找商隐双修的，这下好了，真成他们女儿了。穆长老每天抽出2个时辰来教导我剑术。我们要修，原本就是体弱，靠炼药服药才能提升修为。找人双修已经是我的体力极限了，这会儿竟然还要每天陪着穆长老练剑，我嘎巴一下我就死那了。可穆长老却一点也不心疼我，乖女儿，快起来练剑，装死是没有用的，我穆萧然的女儿一定要在剑术上傲视九州。我很命苦地笑了，傲视九州，哈哈哈！自从我骗剑宗长老穆萧然说我是他和我们宗主的亲闺女后，他失去了对双修的渴望，只有望女成龙的恨铁不成钢。你是我穆萧然的女儿，剑术怎么可能这么差？我要是你，我就自己找块豆腐撞死。不是教过你了吗？怎么还是一点长进也没有？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种？我捂着脑袋，自闭极了。别骂了，别骂了！我去找宗主救我，宗主竟然说，哎呀，他第一次当爹，高兴嘛？你哄哄他，等他新鲜劲儿过去了，就不盯着你了。徒儿乖，这可是你自己撒的谎，哭着也要装到最后哦。天爷啊，这是什么无量师尊？早知道穆长老这么严厉，我情愿被他斩于剑下，也不会骗他说他是我爹的。但我骗都骗了，要是这会儿说自己不是他女儿，那不是会死得更惨？以穆长老的性格，能给我砍成臊子吧？于是给他出主意道，爹，您看我天分如此，是没希望了，要不您跟我娘要个2胎吧？您可以跟我娘生个弟弟妹妹，然后培养弟弟妹妹。我这个大号该放弃就放弃吧。穆长老闻言激动地道，那怎么行？我是你父亲，怎么能因为你天赋不佳就放弃你？起来，再练，爹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九州第一的剑修。苍天啊，我好好的要修，竟然要暴改剑修，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不过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到底是名师出高徒，穆长老不愧是九州第一剑修。
经过他没日没夜的悉心教导，我的剑术突飞猛进。我100岁生辰那日，穆长老亲自为我锻造了一柄本命飞剑。婉儿，这是爹用最好的材料为你打造的本命剑，取名逍遥。爹爹希望你日后在剑道上一往无前，自在逍遥。以后那种堵在剑宗门口给剑修小子们下合欢散的事情就别再干了。毕竟我们剑修就是应该断情绝爱，像我们的剑一样笔直。我看着眼前的逍遥剑，面露难色。爹，我觉得这不太好吧？要是真的断情绝爱，您怎么会爱上我娘亲？怎么会生下我呢？生我这件事情是假的，但是他爱我们宗主我师父这件事情是真的啊。所以说，谈情说爱根本不影响练剑的好吧？穆长老闻言，脸色一片涨红。爹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总之，我的女儿不能早恋。你们剑宗管得真严啊！我都100岁了，还早恋？就这样，我从合欢宗第一要修，成了剑宗第一剑修的女儿。修行方向也从炼丹变成了练剑。我每天早上练剑，中午练剑，下午练剑，练得我生无可恋，很怀念从前蹲在剑宗门口，给剑宗弟子下合欢宗，强迫他们双修的日子。哦，没有闷，一直都是同一个人，我的审美还真是专一啊！哈哈哈。由于我不停地练剑，我终于成了剑宗单挑无敌手。所有在宗门里没出去的弟子，全都被我单挑了一个遍。我每天就是提着剑，在剑宗找人跟我切磋剑术。很快，剑宗上下的人都怕了我。白师姐，求求你了，你今天都打了我3回了，你找别人跟你打不行吗？是啊，白师姐，您是合欢宗宗主的高徒，又是执法长老的女儿，我们哪里是你的对手？我们认输还不行吗？师姐，我们不想跟你打，要不你还是给我们撒点合欢散，把我们强上了吧？咦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？那天我在剑宗待腻了，打算回一趟合欢宗的药炉，结果出了合欢宗，迎面就被撒了一把合欢散。哇，是剑宗的剑修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双修吗？我一看，这不是我合欢宗刚入门不久的小师弟吗？怎么来剑宗门口蹲人了？当即开口骂道：“你看清楚我是谁！”那人抬眸看了看我的脸，有些茫然地眨巴着眼睛，有点眼熟，想不起来。我忍不住翻白眼：“你手上的合欢散是谁卖给你的？想起来了吗？”小师弟恍然大悟：“啊，你是白师姐？可是你不是我们合欢宗的大师姐吗？怎么穿着剑修的衣服？感情你是只认衣服不认人是吧？看见了剑修就上去下药，你怎么不上天？”刚想教育他一顿，结果药效发作了。我感觉浑身燥热，身上跟有千万只蚂蚁爬一样，而且口干舌燥的。可恶，从来都是我给别人下药的，现在竟然有人敢给我下药。我把小师弟压在身下，恶狠狠地瞪着他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把从我这买的药下在我身上，你就不怕我要效果了之后弄死你？”小师弟哭得梨花带雨：“大师姐，伦家不是故意的，伦家只是觉得你穿剑修道袍的样子英姿飒爽，对你一见倾心，一下没忍住就下药了。我知道大师姐是看不上我的，我也不敢对大师姐有非分之想。师姐，你说解药在哪儿？我去帮您找。”小师弟的声音清越动听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惹人怜惜。原本情绪暴躁的我，不知道怎么就不生气了，抬手拭去小师弟脸颊上的泪痕。好了，哭什么？我看小师弟也是我见犹怜啊。小师弟抽噎了一下，抬眸望我，睫毛上沾着晶莹的泪珠。师姐，呜。我刚想说师姐呼呼，师弟别哭，眼前的小师弟就被人一脚踹飞了。许久不见的商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身后，这会儿冲过来踹飞了小师弟，满脸的怒容。靠，哪来的不要脸的，连老子的女人都敢抢！我这会儿中了药，脑子有些不清醒，但我的审美还是一如既往的专一。看到眼前的商隐，立刻对着他吹了个口哨。哇，小奶弟，双修不喽？一看咪咪就是粉色的，来让姐姐嘬。我伸出魔爪，一下就扑了上去，对着商隐的胸口就是一顿揉捏。
商隐原本还在剑拔弩张地教训小师弟，一时不察胸口失手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啊！白苏婉，你为了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对我动手？啊，是这个动手吗？我说，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我还动嘴呢。说罢，上去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商隐的脸顿时涨红一片。你，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做了什么，哈哈哈，害羞了。上去搂住他，往他胸口塞了几百万零食。小奶弟，姐姐很喜欢你的长相，跟姐姐吧，姐姐卖合欢散养你啊。这些是姐姐这些年卖丹药攒下的钱，都给你。今晚跟姐姐回家啊。商隐似是终于意识到我这会儿神志不清，看着怀里的零食，垂眸冲我挑眉道：是吗？真的那么喜欢吗？我捧着他的脸，笑嘻嘻地道：当然了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你长得最好看。商隐目光越过我的肩膀，落在小师弟身上。真的吗？那是我好看，还是他好看？我不满商隐把目光分享给别人，强硬地把他的脸转过来。当然是你好看，小师弟不如你一半好看。小师弟闻言，愣愣地看着我，哭得很大声。师姐，你刚才不是这样的，现在为了个剑修这么对我。商隐拥着我，总算满意了，臭屁地扬了扬下巴道：没办法，谁让在你们大师姐眼里我长得最好看呢？说罢，将我送回了合欢宗的药炉。不愧是我亲自炼制的合欢散，药效就是猛烈，药力就是持久。眼前又是我最喜欢的脸，不吃是王八蛋啊！于是我拉着商隐双修个没完。刚开始商隐还不高兴，白苏婉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你叫不出我名字，我才不和你双修。后来他也不计较这么多了，只想帮我把药效解了。那小子下了多少啊？怎么连自己宗门的人都坑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以为我是剑宗的呢？果然，喜欢上剑宗修士是我们合欢宗修士的宿命啊！商隐与我双修一夜，我的药效总算过去了。看着眼前俊逸的脸庞，我感觉由衷的喜欢，忍不住扑进他的怀里。呜，商隐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执法长老是怎么欺负我的？我被他日夜摧残，折磨了1个月啊1个月。商隐闻言，顿时眸色一凛。什么？师尊他竟然这样对你？他是不是知道了咱们的事情？一定是这样的，他太过分了，一切惩罚冲着我来就是了，何苦为难你？哎，商隐是穆萧然的弟子吗？也对，商隐是剑宗剑术最强的大弟子，穆萧然是九州第一剑修，商隐是他的弟子也不奇怪。刚想解释，其实我的意思是他天天督促我练剑。没想到商隐穿上衣服就要去找他师尊理论，我死死拉住他，你别去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师尊也是为了我好。商隐，把你关在剑宗，日夜摧残折磨，也是为了你好吗？我刚才抱你的时候，你都瘦了。我闻言顿时激动起来，啊，是真的吗？瘦了多少啊？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听到别人说自己瘦了，都会高兴的。没想到商隐闻言低咳了一声，有些尴尬地道：包子瘦了。我呆了呆，随即反应了过来，提剑就去砍他。商隐，你竟然嫌我包子小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包子大的了？商隐想解释，看见我手上的逍遥剑和我的剑术，大吃一惊。你这把剑哪来的？还有你的剑术，谁教你的？我这会儿正气头上，哪有心思跟他解释，提剑就上。商隐堂堂剑宗最强大弟子，竟然跟我打得有来有往的。但我转剑修到底日子尚浅，作战经验不足，110来个回合之后，终于败下阵来。就在我被商隐的剑气逼退，倒退数十步，要甩个4脚朝天的时候，身后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接住了我，身上威压释放，压得商隐硬生生低了头，单膝跪在地上。大胆，连本座的女儿你都敢伤！我一回头，艾玛，这不是我那便宜的长老爹吗？立刻弯腰抱住了他的大腿，呜呜爹爹，他欺负我，他是负心汉，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便宜爹一听，顿时气炸了。什么？商隐，我拿你当我最得意的弟子，将剑术倾囊相授，你竟然勾引我女儿，还负了她，
该死！商隐听到这话，也是一脸茫然。什么？你是我师尊的徒弟？婉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。我冲他吐舌头，狡辩。便宜爹拔出秋水剑，劈头盖脸就朝着商隐刺了过去。敢让我女儿伤心，就算你是我徒弟，也照打。商隐被迫迎战，苦不堪言。师尊，您忘了我是您最疼爱的徒弟了吗？您不能有了女儿就忘了徒弟啊！更何况白苏婉她跟您长得一点也不像啊！我一听，这小子竟然还拆我的台，立刻哭道：爹，我真是您亲生女儿，您别听挑拨离间。他就是嫉妒我们父女俩感情好，他怕我抢走他的师尊。你……商隐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结结实实挨了一顿胖揍。就是商隐和穆萧然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，我师父突然出现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其实商隐和婉儿都是我们的孩子，当年我生的双胞胎。商隐，穆长老震惊，这都不是震惊了，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我望向宗主，师尊，您这么说就有点吓人了。宗主撇撇嘴，啊，太刺激了吗？我说，很刺激啊，我和商隐都双修多少回了，如果他是我双胞胎哥哥，那我活不活了？宗主腼腆地道，可是商隐真是我和穆萧然的儿子诶。当年我生下他之后，就把他丢到剑宗门口，被他亲爹捡回去养了，嘻嘻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看我吓得半死，宗主立刻解释，不过你放心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你真的是我从猪圈旁边捡来的。完蛋，这下我便宜爹成商隐便宜爹了。穆萧然听到我们宗主的话，立刻停下了战斗，喜极而泣。什么？妹儿？颖儿也是我的孩子？我穆萧然当了一辈子剑修，没想到竟然有一双如此优秀的双胞胎儿女。得儿女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商隐却感觉自己人都要裂开了。什么？白苏婉是我妹妹，我竟然和自己的妹妹啊！我想安慰她，有点头晕是正常的，我现在也有点头晕。但是你别太激动了，冷静点。商隐伤心地推开我，你是我妹妹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甚至都打算好了，等这次历练回来，就找你们宗主提亲。穆长老茫然地看着我们，提亲？什么提亲？她是你妹妹啊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商隐痛苦地抓自己头发，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穆长老如遭雷击，严厉地瞪着我们，你们以后不许再见，否则我杀了你们这对不孝子女。我哭得直扁嘴，不要啊，不要分开我和商隐啊！可是我又不敢告诉穆长老，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我怕他把我砍成臊子，只能拿求救的眼神去看宗主。师尊，宗主那个坑货，眼神闪躲，根本不管我死活。那什么，你们就听你们爹的呗。商隐闻言，嘎巴一下就死那了，吐了一口老血，直接昏死了过去。我说，师尊，你儿子晕了哎，果然，儿子要自己生的，坑起来才得劲。宗主一阵紧张，哇呀呀，心灵这么脆弱呀，开个玩笑就晕了？要不把真相告诉他们算了。我立刻拦住了他，不行，我怕穆长老把我砍成臊子，而且你也没跟我说你真的和穆长老有个儿子。师尊，我真的看不透你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宗主嘟嘟嘴，比着手指道，还好吧，谁让他当年睡完人家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惩罚他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说，你到底是在惩罚他，还是在惩罚我啊？由于宗主骗穆长老我和商隐是他们的双胞胎儿女，穆长老棒打鸳鸯，不让我和商隐在一起。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剑修，我们每日的活动就是练剑，还是踏马的练剑。有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这不能双休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放着商隐这样的肥肉在嘴边吃不到，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于是我带了一把合欢伞，夜袭商隐的卧房，上去就给他要翻了。我脱商隐衣服的时候，他死死拽住衣领，拼命反抗。不可以，婉儿，你清醒点，我是你哥哥啊！我低头用舌头狂甩他嘴唇，你才不是！
没想到穆长老他竟然查寝。我骑在商隐身上，正打算扒他裤子的时候，穆长老竟然来了。颖儿啊，下个月的剑宗大比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一把合欢伞撒过去。不演了，其实我是魔教中人，我父母都是魔修，小时候不小心跟爹娘走散了，才被宗主捡回去。我潜伏在合欢宗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勾引隔壁剑宗的优秀弟子，吸取他们的元养，供我修炼。总之你是阻止不了我的。穆萧然，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你儿子是怎么被魔修糟蹋的。哇咔咔！商隐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什么？你不是我妹妹？不过你什么时候成魔修了？我骗他的，这样比较刺激。商隐，那很刺激了。你喊两嗓子，不然太假了。商隐很配合地喊起来，你这个魔教妖女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两嗓子真给人喊来了。宗主急吼吼地冲进来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娘在这呢。看着我压着他儿子，宗主皱了皱眉。婉儿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要对我儿子做什么？我抬手就给他撒了把合欢伞。当然是当着你的面糟蹋你儿子了。说真的，我忍他很久了。有当人师尊这么坑的吗？今天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没想到宗主闻言，非但没有生气，竟然还一脸期待。什么？你和颖儿，你们要？哎呀，好害羞啊！你们愣着做什么？快开始啊！他神经病啊！我没有兴趣当着他俩的面表演，反正他俩被我下了合欢伞，也没力气追我们。看着身旁眼神迷离的商隐，我直接给他带走了。我把商隐带出了剑宗，找了个山洞双修了双修。那个合欢宗我是不打算回去了。阿隐，你敢不敢陪我浪迹天涯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别的剑修有的，你都会有的。我炼丹养你啊！商隐娇羞地靠在我的肩头，人家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上你了。你没发现后来你给我下这么多次合欢伞，我都没生你的气吗？我甚至有点开心，你为什么只给我下药，不给别人下药？你一定是喜欢我。婉儿，我以后就跟着你了，你千万别负我，不许给别的男人下合欢伞。我搂住他，用力亲了一口。放心吧，我卡颜的。坑比宗主，坑比穆长老，让你们坑我，拐走你们儿子，当做对你们的惩罚。哇咔咔！后来我和商隐游历九州，双修的身影遍布天下。没钱了就炼制丹药去卖，我的丹药价格公道，药力强劲，功效强大，根本就不愁卖。后来我们被合欢宗和剑宗修士一起围剿，宗主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死丫头，我把你从小养大，你竟然因为这点小事生我的气，拐走我唯一的宝贝儿子。穆长老也是一脸气愤地看着我。白苏婉，亏我还以为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把所有功法剑术都对你倾囊相授，结果你竟然是假冒的，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？然后两人异口同声地喊，把儿子还给我，把眼还给我。我心说，这下要完，我一个金丹期怎么打两个化神期？躺平认草算了。没想到我晃神这会儿功夫，眼前黑云压顶，竟然出现了成百上千的魔修。看见我之后，齐刷刷的跪下，属下参见少主。我盯着那群魔修愣了好一会儿，耳畔传来商隐的吐槽：我靠，你还真是魔修啊！我嘻嘻，是魔修也要和我在一起，不然给你腿打折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